建立新专案之后，接着下来就要进行原理图的绘制工作。原理图绘制工作的流程由下列6个不同的步骤组成。步骤1，开启原理图编辑器。步骤2，初始设定。步骤3，在图纸区加入元件符号。步骤4，连接符号之间的导线。步骤5，电气规则检查 ERC。步骤6，指定元件符号的封装。这些步骤通常可以一个接一个照顺序完成，必要时则会根据需要迭代这些步骤。例如，在步骤5中发现电器错误后，可能需要在步骤4中更改接线。底下将依据原理图绘制步骤，说明如何进行简易红外线遥控简报笔接收电路的绘制。步骤1，开启原理图编辑器。在 KiCad 中绘制原理图需开启原理图编辑器。开启的方式有2种，第一种就是双击原理图档案名称，第二种是单击原理图编辑器按钮。现在我们就单击原理图编辑器按钮来开启原理图编辑器。原理图编辑器开启后会出现空白图纸，就如同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视窗画面一样。这个图纸会预设为大小是 A4， 方向是横向，在编辑视窗中显示网格点，预设是网格覆盖，使用 mil 为单位，而且网格的格距是50 mils。滑鼠游标在图纸区则预设为选择物件模式，这是一个小十字游标，就像现在所呈现的样子。步骤2，初始设定。开启原理图编辑器后，接着进行初始设定。在原理图编辑视窗的功能表列单击档案，再单击图框设定，出现图框设定的视窗。图框设定总共分成4个部分，分别为图框、图纸、电路图标题列以及预览。图框是用来设定图纸的尺寸跟方向，预设值是 A4 横向。如果要更改，可以单击下式的选单出来，例如要改成尺寸是 A1， 方向是纵向，立即可以在下面的预览看到一个纵向的 A1 图纸，我们把它改为成预设值。再接着介绍图纸这一部分。图纸主要是用来开启另外一个图框设定的档案。如果要开启另外一个图框设定的档案，只要用滑鼠单击这一个资料夹图示，出现选择图纸档案的视窗画面后，就可以选择图纸档案。图纸档案的副档名是 KiCad-WKS。在这边因为没有要选择图纸档案，所以单击取消。接下来介绍电路图标题列，这部分主要是用来输入图纸的资讯。这里有发行日期、修订版本、标题、厂商、注释1到注释9。接下来我们就输入这些相关的图纸资讯。输入完这些图纸资讯之后，单击确定。接着就可以在图框的右下角看到刚刚输入的图纸资讯。请注意，输入资讯是如何显示在图框资讯栏位里面。步骤3，在图纸区加入元件符号。绘制原理图时，首先要把用到的元件符号加入到图纸区。让我们先来分析简易红外线遥控简报笔接收电路用到了哪些符号。从左到右依序为 R1， 主值是1K 欧姆 ，LED 1、U1， 这是一个 PIC IC， 编号为 PIC16F1459-IP。
再来就是3个按钮开关，分别为 ST1、SW1、SW2。再接下来就是 U2， 它的编号是 TSOP4138， 这是一颗红外线接收模组。再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 J1 USB_V， 这是一个 USB 插座。再下来呢，就是有一个 C1 0.47 麦克法拉。除了这些零件符号之外，另外还有整个电路所需要的电源5伏特，还有接地符号。这些符号都是在我们这一次要绘制的时候需要先加入的元件符号。分析完所需加入的元件符号后，接着介绍如何进行。单击右侧工具栏的新增符号功能钮，或按快捷键 A。出现选择符号视窗，我们先加入 U1， 在筛选栏位输入 PIC16F1459-IP， 接着单击要选取的元件符号名称，再勾选放置重复的副本，最后单击确定。此时符号是处于浮动的状态，按快捷键1。出现符号属性视窗。目前我们只关心元件位号，也就是元件编号以及元件的数值是否正确。一般而言 ，KiCad 会自动为元件编号，并不需自行处理，除非有必要才会自行调整。确认无误后，单击确定。此时元件符号仍处于浮动状态，可以对符号利用快捷键 R 做逆时钟旋转， X 做水平映像， Y 做垂直映像。例如我们发现 U1 PIC IC 跟范例电路图摆放的方向不一样，必须要水平映像跟垂直映像，所以先按快捷键 X 做水平映像，再按 Y 做垂直映像。调整完成后，将元件移到想要放的位置，然后单击。完成元件符号放置之后，相同的符号会再次出现，这是因为刚刚在选择符号视窗中有勾选放置重复副本的缘故。如果不需要放置相同的符号，就按 ESC 键取消。相同的符号取消之后，此时仍然是新增符号模式，单击滑鼠左键，继续加入其他不同的符号。接着加入电阻器 R1， 在筛选栏位输入 R 底线 US， 然后单击符号名称，再单击确定，按快捷键1，叫出符号属性视窗，在数值栏输入 1K， 然后单击确定，将 R1 电阻器符号移到所要的放的位置后，单击放置。因为电阻器的体积较小，看不清楚，我们可以滚动滑鼠滚轮来缩放。往前滚动可以放大图纸，往后滚动可以缩小图纸。依照相同步骤，再将其他元件符号一一的加入图纸中。这是完成元件符号摆放的结果。原理图绘制时常用的快捷键，如同这张表格所示。善用快捷键可增加原理图绘制的效率。另外，若要移动元件符号的位置，例如要移动 R1， 先单击选取，再拖曳即可。同样的，若是要移动元件符号的位号或值，也是先单击选取，再拖曳即可。至于修改元件符号属性的方法，有下列2种方法：一、双击元件符号位号
或值在出现的属性视窗修改。2. 显示属性管理器，单击选取符号、位号或值后，在属性管理器中修改。接下来摆放电源正5伏特与接地符号 GND， 单击右侧工具栏新增电源符号按钮或按快捷键 P， 出现选择电源符号视窗，在这边我们输入正5伏特，双击元件符号名称，然后分别摆放3个正5伏特。第一个在 U1 的 VDD， 按快捷键 R 旋转，单击摆放。再来移动到 U2 的第3角 VS， 单击摆放第2个正5伏特。接着移动到 J1 的第1角 VBus， 单击摆放第3个正5伏特，但要箭头朝上。全部摆放完成之后，按 ESC 键。接着要摆放的是接地符号，单击后出现选择电源符号视窗，在筛选栏输入 GNDREF， 然后双击 GNDREF， 接着按快捷键1，取消数值显示的部分，再按确定。接下来摆放7个接地符号。步骤4：连接符号之间的导线，在元件符号都摆放完成后，还要依照电路设计的原理，在各个符号之间连接线路，这样才是完整的原理图。在元件符号的接角上，可以看到一个小圆圈，此即为接角连接导线的端点。在连接导线后，圆圈会消失，导线的转角预设为90度。为了方便对照范例原理图，先并排2个视窗。接着介绍连接导线的操作要领：将游标移到接角圆圈上方，游标会变为连线模式。单击滑鼠左键，并移动滑鼠即可拉出导线。若线路需要转弯时，单击做确认。当游标移动到另一个接角的圆圈上方，并单击左键后，即可完成这条线路的连接，并返回选择物件模式。若要删除导线，按 Delete 键即可删除。连线过程中，若双击左键，则结束此线段。连线过程中，若按 ESC 键，则取消此连线。接下来就根据范例原理图，完成各个符号之间的连接导线。完成了各个符号之间的连线，并检查无误后，还要为没有使用到的 IC 接角加上无连线标志，才不会在执行电气规则检查时发生错误讯息。单击右侧工具栏的新增无连线标志功能钮，或先移动游标到新增无连线标志的接角后，按快捷键 Q。新增无连线标志后，游标会变为相应的模式，将游标移到其他接角的圆圈上，单击左键就可以继续放置无连线标志。全部放置完成后，按 ESC 键退出这个模式。若原理图中有电源输入接角，如 VCC 或 GND 未被电源输出接角连接，则在执行电气规则检查时会产生错误讯息。
可新增 Power Flag 符号来解决。按快捷键 A， 在筛选栏位输入 Power Flag 双旗符号名称，将这个符号连接到需要的接角就可以。因为这里没有需要，所以我们按 ESC 键取消。整个简易红外线遥控简报笔接收电路就到此绘制完成。步骤5：电气规则检查 ERC。线路全部连接完成后，单极上方工具列电气规则检查功能钮，出现电气规则检查 ERC 的视窗画面，单极执行 ERC。执行的结果没有错误，也没有警告。如果有错误或者警告讯息，就会出现在这个对话框中。例如将 U1 第9角的无连线标志删除，再执行 ERC， 结果出现一个错误。只要单极错误讯息，则相对应的错误地方会在原理图上高亮出来。将第9角的无连线标志添加回去，执行 ERC， 没有再出现错误讯息，检查完成，单极关闭，结束 ERC。调整 KiCad 对电气规则违规严重程度的设定方法如下：在功能表列单极档案，在单极原理图设定，在原理图设定视窗中单极电气规则的违规严重程度。在此可以知道 KiCad 将 ERC 分成连线、冲突及其他3类，各类别中的各个项目违规严重程度分成错误、警告、忽略3种等级。目前看到的设定都是 KiCad 预设的，若有必要则可以自行调整。在这一节已完成原理图绘制流程中的步骤1到步骤5，下一节将介绍如何为元件符号指定适合的元件封装。